大家好，我是老李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摄影构图中的视角问题。我们在摄影的时候，摄影的角度有很多，但是整体上分为3大块：平视、俯视、仰视。我们看这张椰树的照片，拍摄者就是运用仰拍的方式，以蓝色的天空为背景，对椰树进行拍摄。拍摄者以伸向天空的树干作为主体，以椰树叶作为陪体，使整个画面看起来非常的丰富。所以我们第一眼看到这幅画面，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节日的礼花在空中的绽放。这就是拍摄者通过仰拍的方式营造出的效果。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片，2个小女孩站在阳台上面对远方。我们隐约的可以看到远方的房子。当建筑物看起来比一个人小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会自动的判断出房屋必定是远离这2个女孩，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相对大小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张乐山大佛的照片。当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时，很难判断出乐山大佛的大小。如果你没有亲眼见过乐山大佛，你知道它有多大吗？那好，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，乐山大佛到底有多大？我们把大佛脚下的游人和护栏纳入到镜头中，我们就能发现乐山大佛有多么的壮观。这是因为你的大脑会根据比例和场景中的物体进行判断。我们在拍照过程中，为了在照片中增加尺寸感，将一些已经知道尺寸的事物加入到观察者中，通常是很有帮助的。以这种方式显示物体的大小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大多数人大部分的时间以水平角度观察世界，但这种图像很容易造成我们一定程度的审美疲劳。我们不妨蹲下来，运用低角度进行拍摄，我们会看到不一样的效果。这张照片就是拍摄者通过仰拍的方式，把白色的蘑菇拍得有声有色。在低视角的拍摄中，有的时候我们很难掌握它的画面水平感。我们可以为相机安置一个外置水平仪，比较方便。所以我们说，在拍照的时候，换个角度看世界，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美。这是几张拍摄角度的照片。这张照片是正面拍摄，这张照片是侧面拍摄，而这张照片是以仰拍的方式进行拍摄。所以我们在拍照的过程中，要多分析，多思考。因为优秀的摄影作品取决于鲜明的主题和完美的构图形式，而完美的构图形式取决于拍摄点的选择。理想的拍摄点取决于距离和方位。好，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所分享的关于摄影视角的问题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老李，我们下次见。